消失的面包。大学里的生活总是紧凑又充实，而为了减少家里的负担，我在校内福利社找到了一份兼职。这份工作既能省下来回交通时间，又能以员工价购买餐点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机会。福利社的日常工作并不复杂，但每天的例行盘点却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团。每到晚上结束营业，我负责清点即将过期的面包时，总会发现少了一两个。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天，我询问过同事，也检查了库存记录，但始终找不到原因。起初，我以为可能是工作疏忽，或是少算了数量。但当情况越来越频繁，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有人偷偷拿走面包。为了解开这个谜，我决定调阅监控画面，看看是不是有学生趁我们忙碌时溜进福利社。监控画面一开始并没有什么异常，显示的都是福利社内来来往往的顾客和我们日常的工作流程。然而，当我快进到深夜时，却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场景。画面中，一个放在货架上的面包竟然突然腾空飞起，像被什么看不见的力量拉走，最终消失在监视器的视野范围之外。这一幕让我毛骨悚然。我向其他同事提起这件事，他们笑着说，可能是福利社的住客爱吃面包吧，虽然是玩笑话，但这让我心里更加不安。几天后，事情再次发生。这次，我决定亲自查看那个方向，看看面包究竟去了哪里。我顺着监控画面所显示的方向，走到了福利社后门通往校园边缘的小路。这条路平时少有人走，通往校外一片荒废的地带，杂草丛生，隐约可见一些被丢弃的家具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一阵微弱的猫叫声。我循着声音走近，发现了一个破旧的沙发，沙发底下有几只小猫正蜷缩在一起，身体瘦小，毛色凌乱，显然是饿得久了。小猫们看见我，发出了低声的喵喵叫，像是在向我求助。然而，让我震惊的是，沙发旁静静躺着一只已经去世的母猫。它的身体僵硬，却依然保持着像在护着小猫们的姿态。那一刻，我的心像被什么刺痛了一下。我将这件事告诉了同事和店长，我们一同将小猫们带回福利社，给它们喂食并找来保暖的毛巾。小猫们狼吞虎咽地吃着，我看着它们瘦弱的身躯，想起那只母猫，不禁感到心酸。店长推测，母猫可能生前是校园里的流浪猫，而那些消失的面包，是它想方设法为孩子们找到的食物。我们曾经笑说的福利社的住客，或许就是这只母猫的灵魂，一直默默守护着它的孩子们。在福利社的帮助下，我们联系了当地的动物救援组织，将小猫们带去检查健康并寻找寄养家庭。同时，我和几位同事也决定认养其中的几只。那段日子，我们轮流照顾它们，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和牵挂。然而，更奇特的事情发生在我将其中一只小猫带回宿舍的第一晚。那天夜里，我模模糊糊地感觉有人在房间里走动，但睁开眼时，什么也没看到。小猫趴在我的枕头旁，却似乎在注视着房间的一角，轻轻地喵了一声。我没有害怕，反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平静。或许那是母猫的灵魂，来看看它的孩子是否安好。几个月后，小猫们逐渐长大，也找到了合适的领养家庭。有一天，我经过那片荒地时，特地为母猫带了一份食物，放在它们曾经的家前。就在那一刻，我看到了一只模糊的身影，在远处的荒地边消失。我心里默默的道谢，感激那只伟大的母猫，用它微薄的力量守护了生命的延续。从此，每当我看到面包架上的面包时，心中总会泛起温暖的笑意。